我们现在就是在2022年之后，我们就都改成宪法法庭、宪法诉讼，因为法官他们做的不只是解释宪法了，其实是会判决说这个法律到底它有没有来违反宪法，是对吧？好，那我觉得这样大家听起来可能还是有点不够理解，我们来多讲一些案例，好，这样大家或许就可以理解到底现在宪法法庭到底在做哪些事情。比如说我们刚刚在一开头就提到一个案例，就是说某个医美的诊所医生在脸书刊登广告，结果被罚了5万块钱。那但是因为在我们原本的医疗法应该大家都知道说，其实医生是不可以去刊登广告或宣称疗效的这样。那可是陈审的这个法官就认为这样的规范呢是侵害了医生的言论自由，所以他就决定停止这个诉讼的程序。那去申请释宪，宪法法庭也认为说这些规范的确违反了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那老师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新闻里面的几个线索，到底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我们应该从哪几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是，好，我想第一，这个案子的由来当然是医疗法，法律的规定。那各位都知道，法律的规定是国会是立法院通过，总统公布施行的，所以某个程度它是个民主的决定。好，可是呢，有时候民主的决定，世界各国我想在100多年来历史到处可见，就是说国会明明通过立法，通过民主程序通过的法律，它可能严重到一个程度的侵害人的权利。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学到了一个历史上学到一个教训，如果你让恶法继续作为法律有效，英国有个哲学家叫做 Longfellow，Longfellow 在2战后针对纳粹时代的邪恶，Longfellow 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The evil law， they the status of law， 邪恶的法律不该让它拥有法的地位。”我想今天我们在讨论宪法诉讼，这句话是一个最经典的描述之一。邪恶的法律不该让它拥有法的地位、法的效力、法的影响跟结果。那问题是谁来对抗它？对，谁来决定？谁来决定？那用什么标准来决定？我们不是各国不是选出这个国家最聪明、最厉害、道德最高的几个人，由他们根据自己的道德信仰来决定，不是？我们给他的标准是宪法，他一定要根据宪法。而各国的宪法法院、宪法诉讼几乎都叫基本权法院，也就是说你的重点是宪法基本权作为你的标准。国会通过的法律在形成或限制基本权到处可见，重点是它不能跨越那个红线到达违宪的程度。所以我很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各国包括台湾，不是让大法官，不是美国9个大法官，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一庭8个大法官，台湾15个大法官，不管你是过半还是2/3，我们不是让这么少数的人决定全国的事情，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尊重国会的民主立法决定之后，帮忙检验到底有没有踩掉那条红线。没有踩到红线，就算很多人不赞成，很多人有争论，大法官仍然要说这叫立法形成自由。所以我们并不是发明一个机制，就像我讲的，美国9个，台湾15个，德国8个，来对抗这么复杂程序的民主，然后说 I don't like it， 我不喜欢所以违宪，不是，而是呢，我要尊重立法，但你不能踩到红线。每一个医师在不妨碍国民健康，在没有国民健康的公共利益被侵害之余，为何不能替自己宣传？某个程度，商业言论也受言论自由的保障。所以大法官认为，刚刚我们主持人提到这个案例，医疗法这个案例，单刊登广告就应该加以禁止，恐怕踩到红线。我想这个才是我们看待这个案子的关键，不在于有个机制任意的恣意的对抗立法者，不是，而是在帮忙大家检验
到底国会有没有踩到违宪的那一条不该跨越的红线，这个才是关键。